大家好，赵丽颖一身黄金战衣出现在闪光灯的面前，然而她却居然忘了一样东西。您仔细观察之下，能看得出来吗？极其有意思的是，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一定记得前2天新万我还把赵丽颖比作蝴蝶，记得白纸的比喻吗？结果新万铁口一出，赵丽颖蝴蝶项链颤动，这其实没啥可吹的。然而先知先觉的铁口一定是有杠杠的能量支撑和连接的，比方从天而降的福杯。那么王炸弟弟王一博为什么没有出席这次1年1度的年轻盛典呢？您想过吗？对于新万我而言，王炸姐姐的鬼聪明其实是可以拿来主义的，因为对于王炸弟弟而言，一位让人头痛的重磅美女现身网络了，也因为这场盛典，有一位知名的单项夙愿也奔赴财场来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对勾心斗角、狗仔荟萃的名场面还是很巴适的。因为评点别人的人，注定也会在新万我的评点当中。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肖战也想不到自己会在2022年的11月29日，2022微博世界大会微光盛典举行，张若昀、赵丽颖双双获得了年度品质演员。这个奖项说白了就是个大牌的出席奖项。放眼过去，整个场面也就这2位是一线的好戏之人，其他的您帮忙排排。赵丽颖也是许久没有在红毯亮相了，这次微博盛典上的她风格转变有点大，从甜妹变身成熟大女人，金色亮片裙相当有气势，头发浓密黑亮也是令人羡慕了。吴谨言一身造型堪称一言难尽，和毛晓彤撞款不说，呈现出的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人家优雅露肤，她塞了个莫名其妙的内搭，全景镜头比例失调，近景一拉更显出老气。说回赵丽颖最近几次的亮相，几乎都是港风的穿搭，复古的妆容和发型搭配长裙，让她真的很适合这种风格。而这次的红毯，可能也是为了新剧做宣传，赵丽颖整个人的发型和化妆很像剧中的许半夏。可以说，为了更好的宣传，赵丽颖这一次的发型妆容很明显跟正在热播的新剧一样，走起了复古港式路线。大光明的蓬松羊毛卷配上烈焰红唇，整个人看上去成熟了许多。新万我值得一提的是，张天爱的白色珠光鱼尾拖地裙堪称经典，配上红唇大波浪和她艳丽的长相，适配度100%。虽然白色长裙不特别和抢眼，但是镂空别致，造型很突，在红毯上的确一骑绝尘。不知道新万我的独家眼光，您认同不？张天爱唯一的问题就是拖地裙有点沉了，张天爱还是太瘦了，一路走过来裙子都下滑了。这次男明星们的红毯造型也很有意思，肖战、许魏洲、陈飞宇、王鹤棣等人纷纷现身，一扮丑和痞压场，果然是2023年的新潮流，算是各有各的看点和精彩。话说这次微博世界大会微光盛典举行，作为微博之夜改名后的盛典活动，不少明星都纷纷捧场。Angelababy、赵丽颖、肖战等众多明星纷纷亮相，妆容和造型都很优秀，而他们的高清对脸生图也随即流出，状态有好有差。Angelababy 这次选择了大浓妆征战红毯，浓妆可以修饰气色、提亮肤色。近距离观察她肤色状态的时候，会发现她现在的皮肤质感不错。但是眼周和唇周的疲态都比较的明显，脸上还有一些小粉刺，尤其是眼袋让她显得苍老了几岁。但是对于生过孩子的女星来说，状态还是保持的不错的了。赵露思在圈内的颜值一直受到争议，前段时间还在某社交平台评选的4大普女明星中上榜了，但是这次看来她状态还不错，妆面显得不脏。因为年轻，脸上也没有太多皱纹痕迹，再加上她很讨巧地选择了适合自己上镜的角度，微微侧脸面对镜头，没有暴露鼻子大的缺陷。关晓彤这次找对了适合她的发型，不仅遮住了婴儿肥的脸颊，额头小胎毛也很好地修饰了发际线。但是单纯从脸部状态上来看，她这个年纪的法令纹和唇纹不该这么重，只能说浓妆和打光让她扳回一局。当然了，实话实说，赵丽颖在这次红毯上的状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脸部横向发福了不少，
下颌角有些发腮，皮肤皱巴巴的。似乎丧失了刚刚展现多回的少女感，不过五官依然精致，而且赵丽颖现在也不走偶像路线，成熟优雅女性更加贴合现在的她。您如果觉得新万我提高少女感不够客观，然而这次赵丽颖的故意而为之，想必在场的所有狗仔和写手都不会深巴得到、想象得到，因为还是新万我常说的懂政治、讲政治。高清之下，红毯常客张天爱这次的状态有点迷。平常她的颜值挺高，是自带异域风情的大美女，但是这一次在红毯上状况很一般，颜值坍塌严重，笑起来面部有些僵硬，像假人，木偶纹很明显，脸部肌肉微微凸起，需要用头发进行修饰，这些就不用多说了。吴谨言的颜值也不再抗打，唇纹和面部肌肉走向显出了几分沧桑的痕迹，面部过分瘦削导致胶原蛋白流失，有些凹陷了，眉毛也没有画好，导致整个人显老了起码3岁。纸片人金晨五官很精致，在红毯上的造型基本没有出错过，但是她这次的皮肤状态很一般，天生冷白皮的脸上一旦长出雀斑就特别明显，她脸上的小斑点很抢镜。另外就是一笑就嘴歪的毛病仍然十分明显。杨超越算是靠颜值走红的小花之一了，状态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某些角度下可以清晰看到脸部的凸起感，年纪轻轻笑纹很深，妹妹还是要注意多休息了。既然女星方面有赞有弹，那么男星方面呢？最近靠具有了一定热度的陈凯歌小儿子陈飞宇，网友们对他的颜值一直有很多争议。反正星万我对霸气有水、实力挖坑的星二代总是兴趣缺缺，毕竟星一代这么厉害，星二代总不能10万8千里的等待吧。今年封神的王鹤棣的大小眼问题还是很严重，一旦笑起来就像是一只抓耳挠腮的猴子，皮肤这次也稍微有点卡粉，妆面显得有些腻，好在本人皮肤还可以，撑住了对脸拍。反正星万我是一路带着问号，不敢直面王鹤棣的颜的。张若昀这次的状态比较一般，生图完全暴露出了她的颜值瑕疵，小眼睛再加上眼皮下垂，大眼袋导致她的眼睛又缩小了2个度，一笑还暴露歪嘴的毛病。他选择的发型也比较灾难，完全没办法修饰他的脸型。好在他本身也不是靠颜值吃饭的，走的是演技派路线。他的丑反而让大家特别注重他那些大开大放的演技了，这真的是一位演员不可多得的红利。相信您如果看过他的剧集，您会特别容易理解勋万我的肺腑之言了。魔幻的2022年根本没法跟2021年以及之前比，只能跟2023年和之后比，这您懂的。反正在这次的微博盛典上，明星状态各有不同，有人的妆容颜值很抗打，有人的皮肤状态保持一般。那么您觉得谁的生图对脸拍更抗打呢？会赞同申万我的视角吗？要说王一博为什么没有出席这次盛典，原因很多。刚才申万我刚说了，张若昀、赵丽颖双双获得了年度品质演员，这代表什么呢？此外，王一博必须感谢一把吴某凡，是他把11月27日以来跟白纸有关的大事件串联在了一块，而且延烧到了王一博的身上。魔幻的时间点让著名男演员吴亦凡强奸案、聚众淫乱案的审判终于下来了，不仅被判了13年，还要因为偷税漏税罚款6亿。即便他出狱后，也要驱逐出境。曾经的顶流男星沦为身败名裂的阶下囚，基本这一辈子已经毁了。演员欧定星业发布了25名女孩的汇总，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都美竹、林西亚、秦牛正威、小柔不乖等知名网红，其中一田 Elaine 格外引人瞩目。毕竟在今年11月初，一田爆料了一些吴亦凡强奸的细节，由于他粉丝不多，当时没引起什么水花。随着吴亦凡被判入狱，他微博里面一些内容真是细思极恐。一田先是提到吴亦凡妈妈被逮捕了，
因为他的转账记录被查到，想要给另一位受害者和中间人封口费70万。毕竟他们帮吴亦凡拉皮条找女人，犯法了。强奸事件里有未成年受害者的家属报警，这应该是调查吴亦凡的过程里最重要的证人之一。益田透露，不止都美竹一个告他强奸未成年是真。益田还透露，中间人虽然进去了，但此人和乐华2位艺人有合作，从2019年到2021年初，介绍了不下6个女孩，每个年龄都不超过20岁，基本就是跟吴亦凡类似的事情，睡粉丝，弄不好还睡了未成年少女。益田还指出，他什么都不怕，就是想要一个公道，不想伤害任何无辜，不想任何被黑被骂。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真诚向他道歉。他不怕和乐华对峙，说可以给乐华看他手上的证据。目前乐华旗下较为知名的艺人有王一博、阿杜、黄铮、韩庚、范丞丞、黄明昊、李问翰、吴宣仪、孟美岐、张瑶等，不知是其中哪2位犯了法。益田的话让很多粉丝不安。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王一博，他是乐华现在最大的摇钱树，但王一博前阵子的《长空之王》没有上映，让人怀疑他出事了。王一博粉丝争辩，益田明确回复了，不是王一博。现在乐华并未对此事发表任何态度。虽然不是王一博，但他们公司有名的艺人哪个出事，都会让公司吃不了兜着走，也会封杀一大堆影视剧。而且这位重要的突然站出来的当事人格外 pose 出来了个人的青春美图出来，美少女战士的即视感，恍若都美竹 2.0。作为受害者，他背后的高人如果持续发酵这件事的话，王一博注定参加任何盛典都不会专心致志，因为很难。而且这还没完。至于王炸姐姐赵丽颖盛装出现这场盛典，其实也是目的性明显。为什么Shin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截止11月29日凌晨2点50分，赵丽颖新剧《风吹半夏》11月29日电视剧全网正片是占比第一，11月29日为18.04%，11月28日11.99%，11月27日为6.64%，甩开第2名大博弈一大截。大博弈是占率为2.04%。Shin我值得提醒一下的是，您留意到没有每天数字翻一翻，这才3天而已，这速度会不会刷出2022年的最强数值出来呢？风吹半夏更是超过备受关注的天下长河，跃居第一。截止到目前，风吹半夏一连3天收视率爆棚，在豆瓣上亦有众多网友对该剧打出5星好评，纷纷赞叹非常写实，那就是90年代的样子。风吹半夏改写了年代剧的天花板，没想到赵丽颖不声不响，在继幸福到万家之后，又再次打出了一副王炸。风吹半夏很可能会成为2022年底赫然跃出的一匹黑马，和年初播出的人世间形成遥相呼应之势。那么风吹半夏为何如此受欢迎？6集之后的归类小原因大致有5个方面，使得风吹半夏成为众多剧迷的心头好。1. 你永远可以相信阿奈，除了流量明星外，有一些作家也会自带爆款属性，比如阿奈。阿奈这个作家很奇怪，他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作家，又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有着巨大的差别。他的作品大多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思想性，然而他的文字又是那么鲜活生动，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哪怕他创作的很多作品，比如《大江东去》电视剧改名为《大江大河》，所讲述的是发生在30年前的事情，距离现在的年轻人距离比较远。然而他所提倡的价值观又与当下的年轻人不谋而合。另外，他那敏锐的观察力使他对发生在变革时代的那些人和事都了然于胸，
对人情世故也是洞若观火，对人性人心更是明察秋毫。所以他的作品大多既有底气又接地气，在玄幻穿越当道的网文界，无疑是一股清流，被众多文学爱好者啧啧称奇。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也屡屡成为口碑和收视率双赢的爆款，《大江大河》都挺好，《欢乐颂》等无不是备受观众喜爱的大热作品。阿奈这个名字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而目前正在热播的《风吹半夏》就是根据阿奈创作的《不得往生》这部小说改编而成。和阿奈创作的其他小说一样，《不得往生》充满时代特色，极为真实地呈现了90年代民营中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艰难过程。故事起伏跌宕，情节引人入胜，人物鲜活立体，语言生动活泼。改编成电视剧《风吹半夏》之后，通过影像和演员的表演，更将这些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永远都可以相信阿奈，他的作品基本上也可以算是收视保障了。况且《风吹半夏》与之前播出的《大江大河》都挺好，《欢乐颂》等作品相比，还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呢。二，制作团队很严谨。看过《风吹半夏》后，他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一直都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始终牵动着观众的内心。节奏快得令人有些招架不住，短短几分钟时间，便相继出现了暴打出轨渣男、3人创办公司、发现商机、四处借钱等重要情节，令人无法分神。而且人物的性格也通过众多小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他又一时让人哭。许半夏那惹人唏嘘的身世，许半夏、童潇齐、陈宇宙之间真挚的友情，许半夏在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重重磨难，在不知不觉间让人泪湿双眼，又一时又让人笑。轻快的节奏，幽默的对话，总会在不经意间便令人忍俊不禁。一部既能让观众不出戏不跳戏，又能让观众产生共情的电视剧，在目前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风吹半夏没有浮夸虚假的服化道，没有令人发指的10级美颜滤镜，画面呈现的电影质感很是深入人心。就算赵丽颖脸上的痘痘都看得一清二楚，又如何呢？越真实，才越是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之前阿奈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大多都是由正午阳光所制作，正午阳光也一向以制作精良著称。这一次，风吹半夏是由271来操刀，制作团队所呈现出来的严谨态度同样肉眼可见。导演是指导过《梧桐雨》《破冰行动》等作品的傅东玉，和参与指导过《理想照耀中国之春之祭》的毛薇。演员的阵容更加强大，几乎每出来一个人物，都是观众熟悉并喜爱的熟面孔，惊喜不断。刘威、任重、李光洁、黄登登、柯蓝、王劲松、刘薇薇，就连客串扮演贾总工的，也是80年代的银幕英俊小生严世奎。他们可都是如假包换的实力派，个个都以演技精湛著称，而且他们在剧中的表现全都超出观众的预期。还有担任主演的赵丽颖、欧豪，不仅表现不拉胯，甚至还有诸多精彩表现。阵容代表一个剧组的底气，同时更能成为一部剧的口碑保证。3、女主人公许半夏的魅力。看过《风吹半夏》的人，有谁不会被许半夏的个人魅力所打动？有哪个女生不想成为许半夏？开篇一出场，一个社牛形象便跃然眼前。但见他在刚交会举办之前，便早早来到酒店，然后挨个敲房门送礼，大哥、老总叫个不停，嘴巴甜得像抹了蜜一般。而且针对不同人送出不同礼，
显然在这之前就已经对这些贵人的兴趣爱好都摸得一清二楚。逢人开口笑，机智情商高，活脱脱的一个现代版的阿庆嫂。所以许半夏的成功绝对是有原因的，她拥有像小白菜一样的身世。首先，许半夏这个名字就带着亲生父亲的恶毒诅咒，因为对于学过中医的父亲来说，生半夏就是毒。半夏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而死，然后父亲再娶，继母对他很不待见。也许正因此，半夏很早就离开家，学会了独立生活。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之中，他凭借自己的勇猛和智慧，摸索出了生存和发展之道。他内心很苦，但却从不怨天尤人；他举步维艰，但却从不放弃梦想。我觉得在许半夏的身上，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的坚韧不拔。目标明确，并且重情重义，不卑不亢。他有头脑，有眼光，不仅敢想，而且肯干，还具有一股老牛一般不服输的精神。最关键的是，他很坚强，但绝对不做。这就使她与许多的小女生区别开来，所以身边的那些叱咤风云的男人们都对她刮目相看。像这样的一个人物，无论在哪里，都总会像吸铁石一般吸引着众人的目光。风吹半夏所讲述的就是许半夏从一个收破烂的小老板到变身为女企业家的故事。她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是女性励志的典范，所以她的故事谁不爱看？4. 赵丽颖的突破。这一次，赵丽颖的突破真是挺大的。她最初是以美丽花旦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一张人畜无害的娃娃脸，精致的五官，既有小女生的呆萌可爱，又有大美女的娇俏灵气。新《还珠格格》中的晴儿，陆贞传奇中的陆贞，花千骨中的花千骨。这些形象也都以漂亮的脸蛋、精美的造型吸引观众的眼球。换一句话说，就是凭外形取巧。然而，靠长相吃饭又能红多久呢？所以，她一直都在寻求改变和突破。但这显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除了个人的悟性和实力之外，作为一个顶流明星，她还不得不顾及粉丝的感受。许多女明星都是为了维护好自己在粉丝心中的固有形象，而一直都保持着千年不变的人设，以至于他们演什么角色都好像是另外一个自己。40多岁的年纪还在假扮傻白甜，也的确是件很尴尬的事情。然而赵丽颖却有勇气，敢于打破原来的自己。所谓不破不立嘛。在今年6月播出的《幸福到万家》中，她所扮演的和幸福就与之前的荧幕形象有了巨大的差别。土气的穿搭，富有年代感的人物造型，甚至连脸上劣质化妆品的痕迹都清晰可辨，然而却无比真实可信。如果说赵丽颖《幸福到万家》中在改变自己的路上朝前迈出了一小步，那么这次在《风吹半夏》中，她却着实有了巨大的突破。不仅人物造型真实还原了90年代都市女老板的状态，而且她的演技也愈发沉稳老练，不再只是通过漫画式的表情来表现人物的情绪，而是通过细腻而富有层次的细节展示来体现角色的内心。比如在暴打童潇齐的那场戏里，她就通过大幅度的动作和细微的神情变化，至少表达了3种复杂感受：一是得知童潇齐污染贪图之后的愤怒；2是对童潇齐愚昧行为的恨铁不成钢；3是对渔民们失去生活来源的痛心。还有在面对苏医生的追求时，他所表现出的恰到好处的距离感，真是既准确又到位。表演时的爆发力和分寸感可以说是众多偶像型明星的短板，
然而赵丽颖在风吹半夏中却都有非常惊人的呈现。很多网友都在夸赞赵丽颖成功的从一名花旦转型成了青衣，这的确值得自豪。因为这意味着赵丽颖将拥有更加宽阔的戏路和更加长久的演艺发展。从幸福到万家到风吹半夏，赵丽颖显然已经成为了另一位能够胜任大女主剧的好演员。况且她的这2次表现都得到了广大网友的一致认同。5. 风吹半夏让我们回到流光溢彩的90年代，风吹半夏让多少人陷入了回忆杀。这部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充满斗志和激情的年代。也许现在很多已经躺平的年轻人都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父辈会那么执着、那么拼，而且咬定青山不放松，是因为他们有梦想、有目标、有追求，他们都想改变现状，并且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鲜事物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包容度。如今躺平的年轻人正享受着父辈们所辛苦创下的一片基业。90年代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充满着挑战和机遇；对于当时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更是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好时机。这些在风吹半夏中都有非常具体的体现。赵丽颖所扮演的许半夏的大波浪长发，欧豪所扮演的童潇齐所穿的牛仔服，黄澄澄所扮演的陈宇宙所穿的夹克衫，都让我们回到那些难忘的岁月。而陈旧的街道、斑驳的光影，也仿佛让那些久违的时光触手可及。更令人心动的是剧中频繁出现的那一首首传唱于90年代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从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到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从 Beyond 的《光辉岁月》到井冈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关键是这些翻唱歌曲的穿插毫不突兀，而是恰到好处的与剧情融合在了一起。令人一边为剧情所感动，一边又追忆起我们青春肆意的日子，不知不觉间便已热泪盈眶。我们还从赵丽颖扮演的许半夏、欧豪扮演的童潇齐、黄澄澄扮演的陈宇宙、李光洁扮演的赵磊、刘威扮演的武建设、任重扮演的冯玉、冯佳怡扮演的裘碧正、宋茜扮演的郭启东等人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了我们自己和当年一同创业的好朋友们的影子。也许所经历的事情不同，但那份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意志却是完全一致的。在看《风吹半夏》的时候，很容易让人想起了许多往事和许多朋友。那时的友情是多么真挚，那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简单而纯真。只是为何在行进的路上，我们却渐行渐远了呢？是金钱迷惑了我们的双眼吗？是私欲迷乱了我们的心智吗？这时，我们好像才突然明白，不忘初心这句话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这部《风吹半夏》能够让不少人重新过一次成长过的90年代，进行一次集体重温和回忆，看看大家能否从中看到自己18岁时的面孔和身影呢？您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吗？另外，我是个感性的人，有时候一首歌也能让我泪流满面。例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同样喜欢的朋友，可以在短视频区自己回顾这些高清的回忆了。回忆杀有时候真的让人反复的触动内心柔软的地方，例如王一博的点点滴滴，一路的不容易，谁能理解呢？即便死忠的摩托姐姐，又真的知道和了解他的感性和敏感吗？王一博的努力，现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一步一个脚印，以最赤诚的初心表达自己的热爱，用作品实际说话。奔赴远方的勇敢无畏、沉浸、热爱、自由且热烈，演员、歌手、舞者都做得很棒，很多的实际让人仿佛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实际1，金鹰奖观众最喜爱男演员；实际2，作词歌曲《无感》全球最畅销数字单曲排名第9名，销量最快破4000万单曲。
我的世界守则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全球第14名，念是华人全球歌曲排行榜第187冠军。实际3，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13岁参加全国 IBD 顶尖街舞大赛16强，17岁在美国获最佳编舞奖，20岁全球顶尖街舞 COD 总决赛解说，参加这就是街舞双冠军队长。实际4， 23岁40多个商务，20个正能量代言。实际5，冠军职业赛车手。实际6，路篇杰出华人代表，挖掘当今世界各职业和各领域杰出华人代表入选20大献礼片单展映。国家广电总局2021优秀国产纪录片集锦。实际7，单本杂志销量突破2511万，成为历史第1人，杂志销量是内娱第1。作为正能量偶像，王一博一向坚持做比说多，行动大于言论，粉随正主也要努力，不做行动上的矮子。即便魔幻，即便诡异，王一博依旧是未来可期，除非他在零团队的情况下被无辜连累，被拉下浑水。零团队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和资源互换是相当积极的选项。这在赵丽颖的新剧中，很多此类的背景都需要您慢慢品，细细品，品不出的话，本频道的硬核任君选择。由傅东玉、毛薇执导，张挺、傅东玉编剧，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的《风吹半夏》11月27日在江苏卫视开播，并迅速引发收视热潮。剧中热血的创业故事、钢三角不分彼此的动人情谊，以及赵丽颖、欧豪、李光洁等人炸裂的演技，成为了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风吹半夏首播日 ，CSM 64成收视率破1.3%，排名省级卫视剧场前列。在社交平台上，截至目前，风吹半夏主话题阅读数破10.4亿，讨论量达172.5万，揽获全网热搜112家，其中微博热搜70家。在爱奇艺，风吹半夏开播24小时热度破8500，位列电视剧热播榜 TOP 2。在猫眼、酷云电视、灯塔数据等平台，风吹半夏均位列电视剧热度榜榜首，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开播不到48小时，江苏卫视短视频新媒体矩阵播放总量破亿，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750万。其中，许半夏的时尚衣橱大公开等多条短视频内容登上抖音娱乐榜，形成刷屏之势。尤其是剧中赵丽颖的表现，令广大观众眼前一亮。她在这部剧中，无论是性格还是服装造型，都与过往塑造的荧屏角色有不小的反差，展现了过硬的演技。事业上独当一面，生活中又重情重义，又美又飒的徐老大圈粉无数，请全世界都去看《风吹半夏》。个人觉得这是赵丽颖发挥最好的一部剧。他真的把许半夏演活了。赵丽颖，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观众纷纷表示，《风吹半夏》作为一部时代群像剧，既有商海中的你来我往，也有温柔细腻、不失温情的一面。已经播出的剧情中，许半夏为了能如愿北上收购废钢，与武建设、裘必正等人不断斡旋。为了15000吨配额，他能拉下脸找父亲借钱，也能对外企高管赵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赵丽颖的出色演绎之下，一位新时代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跃然荧屏。事业线之外，风吹半夏最让动容的地方还在于对钢三角钢铁一般友情的细腻拿捏。剧中，童潇琪为了许半夏冲动之下出手伤人，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而许半夏和陈宇宙则在童潇琪服刑期间默默照顾童妈妈，并为她养老送终。童潇琪出狱之后，许半夏车接车送，一句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3个股东至情至性。观众则纷纷为这纯粹的友情磕到上头。有一种友谊叫钢三角，信任互助，胜似家人的情谊，友谊万岁。谁不想拥有这样的好友呢？我们钢三角要永远在一起。在起初的剧情中，钢三角的友情遭遇考验。为了建成堆场，童潇琪、
陈宇宙几次谈判失败之后，选择了污染贪图这一下策。事情败露后，许半夏必定大发雷霆，而赵丽颖也在微博上在线吃瓜，晒出自己当时因为用力过猛而红彤彤的手将同10巴掌，引发网友围观。说到这，Shin Wan我需要举一个例子，结论相当负面，却又相当发人深省。有位观察力不错的网友说，在剧中赵丽颖的状态看起来没有丝毫的少女感，反倒因为脸盘浑圆，笑起来脸上的肉全都堆到一起，给人一种肥头大脑的感受，与大腹便便的油腻中年男人如出一辙。再加上赵丽颖在剧中化的妆容十分浓艳，尤其是正红色的厚重唇妆，透露出一股风尘气息，而脸颊发福后也让她看上去老态尽显，笑起来颧骨也格外突出，完全没有幸福到万家中的状态那么年轻。近镜头下赵丽颖的黑眼圈法令纹也很明显，早前清晰的下颌骨也因为发福后完全看不出轮廓。虽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许多商场女强人是这样的形象，但赵丽颖完全可以把许半夏刻画成一个看似柔弱娇小的人，实则很有手段预谋的反差型女强形象。怎么样？乍一看 TA 真不是黑粉，因为 TA 说的都没错，但 TA 的智商倒是跟黑粉半斤八两。为什么 Shin Wan 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 TA 完全从吃瓜的角度出发了，完全没有看过 Shin Wan 我的频道，更没有看过原著的底调，原著人物根本就无需漂亮和纤瘦，也没打算突出年轻什么的老实子，就是女汉子，女汉子，女汉子，重要的事情说3遍，结果代表性的先入为主，再次本末倒置了一部剧的硬核。这个硬核不是颜值，而是骨架。赵丽颖偏偏在放下了颜值，找到了，所以吃瓜客迷失了。在《风吹半夏》上线之前，《卿卿日常》、《爱的28定律》和《点燃我温暖你》这3部作品的热度不相上下。本以为今年年末的剧王级作品会在这3部剧中产生，但没想到赵丽颖的新作《风吹半夏》一上线，就立马登顶全网热度总榜第1，势头相当强势。虽然这部剧作刚刚开播，但因为演员阵容加上题材的优势，让《风吹半夏》早就拥有了未播先火的热度。而在这之前，赵丽颖又用现代剧《幸福到万家》让观众见识到了她的扛剧能力以及对角色的把控，更加让人期待《风吹半夏》。这部剧作也没有让我们失望，尽管目前更新的剧情不多，但却真正做到了引人入胜。剧中的人物形象个个鲜活，尤其是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当真是再一次打破了观众对她的固有印象，成功的塑造了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角色。钢铁女老板敢拼敢闯，相当大气的人设可谓亮点十足。在《风吹半夏》中，戏份占比较多的角色是以许半夏为首的钢三角，3人于示威时相识。许半夏在他还只是一个废品收购站老板的时候，遇到了童潇琪，因为许半夏慷慨解囊，让童潇琪有钱给自己的母亲治病，使得3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剧作通过许半夏借钱给童潇琪，无条件相信对方来突出这一角色的善良和纯粹。也正是这件事情，让2个兄弟愿意跟着他一起干活，变得合情合理。而童潇琪这一角色也很讲义气，当他看到许半夏的老公出轨时，二话不说上去就差点将对方断子绝孙，也能够看出他对许半夏的情谊。只不过这件事让他蹲了监狱，许半夏在这期间从未到监狱里看过童潇琪，但他却在童潇琪出狱当天去接对方。虽然童潇琪在监狱里待了5年，但许半夏和陈宇宙创办的公司永远都是3位董事，给童潇琪留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足见许半夏是一个多么仗义的人。而在出差时，许半夏游走于公司之间，寻求合作的机会，更是突出了他做事的雷厉风行，
当所有人坐在一起商量着钢铁废材卖给谁时，却又不敢直接上前去拉人。许半夏想都没想就抢过对方酒杯，挡了酒，套了近乎，又单刀直入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性格直率又有手段，能够左右逢迎地游走于各色老板之间，同时还能保留一份真诚和实在。这样的许半夏当真是很难不让人喜欢。但风吹半夏又没有着重去刻画人物成功的一面，在突出人物做商人精明又有手段的同时，将他原生家庭的痛苦抛给观众，让一个受过苦、全凭自己站起来的女性形象更加真实有力。许半夏为了拿到更多的废钢，到处借本金。从他回家时对父亲开口，家人对他的态度就能看出，许半夏在这个重组家庭中并不受欢迎。除了到日子回来送钱时会被他们当成一家人以外，其他的时候，许半夏对这个家来说都是不速之客。这一人物的设定既让人觉得心疼，又无比佩服他的勇气和魄力，能够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敢闯敢拼的性格，成为男人居多的钢铁行业中的女老板，就足见许半夏的韧劲。这种大气的女性人设可谓亮点十足。在这之前，国产剧塑造的女性形象很少像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一般，真正能够让人感受到其身上巾帼不让、须眉的魅力。但这一次风吹半夏彻底打破了女性人设的套路，将一个极具新鲜感又真实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无比到位。当然了，刚刚提到的赵丽颖状态被质疑，还有另外一层考量，那就是一种戏外的态度，也就是优雅老去才是对观众的尊重。不可否认，风吹半夏并不是一部十全十美的作品，但相较于大部分国产剧来看，这部作品要出彩得多。赵丽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只不过赵丽颖的状态在这部剧中受到了一定的争议。从观众给出的清一色的差评来看，很多人不满赵丽颖疲态尽显，甚至直言如今的赵丽颖又油又肥，颜值下滑明显，演技与过去没什么差别，种种差评直指赵丽颖的状态不佳。对比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以及《谁是凶手》等作品中的状态来看，风吹半夏里的她明显发福不少，尤其是脸型看起来十分圆润，镜头对脸拍摄更是能够看出赵丽颖的脸盘很圆，再加上妆容较为浓艳，看起来的确更加成熟。但另外我想说，赵丽颖的这种状态很符合她在剧中饰演的许半夏一角。一来她经常在各种商界大佬的聚会上喝酒应酬，根本没有时间去注重身材管理；二来赵丽颖在剧中没有使用美颜滤镜，仅只是将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展现了出来。在看多了10集美颜滤镜塑造出来的女明星后，自然有一部分观众看到赵丽颖这样真实的女演员会觉得不适应。她没有瓜子脸，脸上的皱纹也掩盖不住，完全不像是她以往在偶像剧中的模样。但试图转型的赵丽颖显然是为了更好的贴合角色，她不用瘦脸特效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完美，也没有过分用滤镜去磨皮美颜，仅只是化了妆将自己的这种状态展示给观众，难道不应该给予鼓励吗？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拎不清自己的定位，人到中年还要扮嫩演少女，比如《星辰大海》中的刘涛，眼眶凹陷，颧骨突出，满脸都写着阅历。为了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只能用美颜滤镜把自己的脸抹得像白水煮蛋，五官轮廓都快看不出来了。还有上阳赋中的章子怡，也是老态尽显，却要让观众接受她仅只是一个15岁的及笄少女，这无疑是把观众的智商和审美按在地上摩擦。观众不愿接受，也要被这些扮嫩女性按头接受。与其拼命扮嫩，不如优雅老去。如今还未到中年的赵丽颖，但凡打开瘦脸特效和美颜滤镜，就还能演少女。可她偏偏走了一条更符合自己当下年龄和状态的路，这才是值得大家支持和追捧的，不该成为被大家诟病的瑕疵。您说对不？回过头，在这次世界大会上，赵丽颖和张若昀获得年度品质演员称号，
因此少不免的两人同台领奖的时候，忍不住互相夸赞。张若昀说和赵丽颖有很多交集，两人生活中也是好朋友。赵丽颖说张若昀的每部剧都很有品质，还现场催更张若昀，问其什么时候出第二部。看来赵丽颖也是张若昀作品的忠实粉丝，《庆余年》《雪中悍刀行》等等都是尚未完结的佳作，大家都在期待第二部的上映。赵丽颖真是说出网友了的心声。张若昀听完表情微妙，拖更了这么久，终于有人当面帮粉丝讨伐，网友激动了，范闲害羞了。两人都是实力派演员，没有合作过，但似乎对对方都比较熟悉，真是梦幻联动了。其实这不是两人第一次有交集了。在春晚上，赵丽颖还跟张若昀同框了。当时两人站在一起，网友纷纷感慨，要是他们能合作就好了。现在两人又一起拿奖，希望导演们、资本们也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有没有毁容级别的社会主义伪光正大片，促成他俩的合作。而赵丽颖和张若昀夫妇的关系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张若昀说和张丽颖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其实也是因为唐艺昕。赵丽颖和唐艺昕在《陆贞传奇》中合作过，这部剧让赵丽颖红了，也让她跟唐艺昕成为了好友。唐艺昕和张若昀恋爱期间，赵丽颖还当过电灯泡。在一次盛典上，张若昀和唐艺昕拍合影，还故意把远处的赵丽颖圈出来。赵丽颖当了小两口1000瓦的灯泡，画面十分和谐。当时很多人以为只是巧合，现在看来，赵丽颖和这对夫妻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只能说优秀的人都和优秀的人一起玩。现在《庆余年》第二部已经开拍了，虽然不是原班人马，但是主角没变。这些大热的本子，赵丽颖同样需要外加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老朋友的丢包袱和接包袱，同样压不住台下的各种暗潮汹涌。这次微博盛典，公子哥陈飞宇的爷爷我最大的闭气场，直接碾碎了旁边的肖战。原本颜值过关的肖战，在这位大公子的旁边，活脱脱就像小跟班的诚惶诚恐，可怜巴巴的小眼神，搭配公子爷的高下巴，真的是有多低调就多低调，有多木讷就多木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短视频中仔细研磨一把两位流量的小表情。可以说，一个人的尴尬和局促可以装满一半会场的空间了，剩下的一半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大写的桀骜和霸气了。说实在的，社会主义娱乐圈风暴之下，除了蝴蝶不被风吹走，剩下的就是盘根错节的经年大树了。很巧的是，陈飞宇的老爸老妈刚好是2棵京圈神树，内于核心。值得一提的是，神树之一的陈红当年一脚就能把那个会来事的北京妞杨幂踢出了自己土生土长的京圈。话说有一次，陈红到剧组发现导演和很多工作人员都没开工，问了原因才知道，由于杨幂没有到场，所以大家都在等杨幂再开始拍摄。当时陈红觉得杨幂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居然敢在她的剧组迟到，明显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陈红当时火气很大。后来杨幂来到剧组后，就给众人道歉了，说自己迟到是不应该的，反正说了很多好话。但是呢，陈红根本不听杨幂的那些道歉，而是直接当着剧组所有人的面把杨幂批评了一顿，并且把杨幂逐出剧组了。不仅如此，随后他又在京圈内放出话，以后京圈内的所有影视剧都不允许请杨幂出演。即使冯小刚和葛优这种京圈大佬也在陈红面前给杨幂求过情，但陈红丝毫不给面子。陈红已经豪横到根本不把圈内人放在眼里的地步。陈红确实豪横，自从他放出话后，当时京圈内的所有导演就再也没人找杨幂拍过戏了。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这明晃晃就是台下公子哥的最强底气和身旁碎成渣子的肖战的真实卑微了。您想想，如果被陈飞宇甩过老脸的王一博出席这次微博盛典的话，同样还是女孩子的话题，光一个一甜的梗，习惯张扬跋扈的公子爷只要微笑着递过来甜梗的包袱，就肯定能让话少活多的王一博立马下不了台。毕竟擅长话术的申万我不在王一博的身边。同样属于盛典和亮点，申万我也哀叹，
为什么足量的硬核与亮点总是没人看到？所谓俗气，其实就是缺乏眼力。赵丽颖一身黄金战衣出现，明晃晃是少了脖子上一串魅蓝明珠的加持，这是绝配。色彩既然华丽，水蓝点睛之笔，这就是色彩学了。不过，鬼聪明的赵丽颖这次出席红毯，无惧有没有滤镜窥伺，也没有太多的奢华加持，甚至故意呈现部分的疲态和圆润，没有了部分春节时候的元气充值。其实这是一种态度，一种正在进入一种低调的处理。这就像脖子上的蝴蝶，风能吹起白纸，注定吹不起蝴蝶。在接二连三的娱乐圈暴风骤雨之下，赵丽颖的鬼聪明，您能用智慧的网兜住多少呢？如果很难的话，极简的方式就是锁定本频道。